哦，呜呼，好玩哦！因为不是我的，所以如果摔倒了，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就我这配队，我是刘佩 Pierre。今天我们来玩玩看最新的 DJI FPV 穿越机，而且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们有送礼物的活动哦。耶！但是我们首先来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。DJI FPV Combo 开之后呢，直接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空拍机，它比我们 Mavic Air 2更重，但是它其实是蛮小的，因为它是穿越机，所以它这边4个翅膀是没办法折进去的。然后它显示器是这样，这个很酷哦。这个显示器会跟之前用过的空拍机显示器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之前都是要把手机放在遥控器里面，但是这个是直接带上去，好像 VR 一样的。这个是它的遥控器，它这个遥控器也是跟之前的遥控器完全不一样。下面这边不用任何的空间放你的手机在里面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感觉很像 Alien 一样？大家有看过那部电影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像不像那个内裤？OK 啊，那个不像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头带。哎，它这个魔鬼毡很酷哎，看一下，哈哈，有没有？这个电池很大，但这个电池可以直接插进去 USB-C 就可以充电了。这条线是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放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是显示器的电池，所以这样才有电。空拍机的电池是长这样子的，它真的是跟我们之前 Mavic 系列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更清楚看看空拍机的部分。我们如果看前面的话，前面两边都有感应，下面也是有感应，但左右都没有，后面也没有。下面这个是放记忆卡跟 USB-C。相机呢不是3轴，不是2轴，它是1轴稳定器。它主要为什么是向下？因为穿越机它其实想要这种左右的感觉，这样斜的感觉。Cool。好，那我觉得真正飞之前，我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打算要终于飞我们的穿越机，但是我忘记我的遥控器。我也是，所以我跟 Oh my gosh！OK， 没事，还好我也有来，还好你有带。Oh my gosh！ 我太笨了。Hello， 今天真的感谢你有带 DJI FPV， 还好你有你自己的。对，我有自己的。OK， 就是这个沙滩。这边是可以飞的，然后我们所有的空拍机都已经申请好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申请你们的空拍机哦。你有带显示器的电池吗？你有带吗？当然有啊！对啦，你在吗？穿越机是需要另外一个人当一个观察手，所以我现在有2个观察手。耶。OK， 好。你有在？等一下，我们忘记插天线了，刘佩。什么？眼镜的天线。Oh my gosh！ 你的眼睛就会烧。你是没有带？我没有。好，我有。好，都有了哈。都有了，来吧。哦。感觉如何？感觉跟那个模拟的感觉一样。你现在是 Sport S 模式。哇，S 也可以那么酷哎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这个 S 啊。它是你只要左转右转的话，它有那个穿越的，好像斜着的感觉啊，好酷！我第一次在户外飞这个 FPV， 这个好好玩哦！刘佩，我们来换方向喽！换方向，好，可以。哦，好好玩哦！因为不是我的，所以如果摔倒了，没有开玩笑。哦，高超的高手，超级兴奋的，但是我真的很不敢用 M 模式，因为 M 的话，它是跟传统的穿越机更接近。我这2个礼拜练，每天练，每天生气，然后只要是带那个显示器，我都会好像想要吐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今天飞这个 S 模式，带这个显示器，没有到吐的感觉，其实是 OK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刚刚飞完 S 模式，你们刚刚也有看到那些画面，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吧。现在的话呢，基正飞 DJI FPV， 然后坤和想说用他的穿越机跟着我们的 DJI FPV， 但是天线有光吗 I don't know。现在已经往前飞。哦，超酷的。
好，我们终于知道要怎么切到 M 模式，感谢怀爸。那现在呢，当然是我们的坤和来飞。刚刚超级恐怖。刚刚基正想要试飞 M 模式，对。那通常新手飞 M 模式，你一定要在高一点的地方，高一点，真的要高一点。一般 S 或 N 的模式，你的飞机会有一个倾角，那当你手放开的时候，它会再回到这个地方，让你保持是一个平行的状态。对。可是 M 模式就是，当你把飞机调到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你没有把它调回来，它就会停在这个地方。那刚刚基正把飞机调到这个角度，它就没有调回来了，所以它就直接往后。然后直接要命中基正的头，是超恐怖，突然就是这样的，然后突然间，超恐怖。坤和站这里，我站这边，我说 Oh no， 小心！我不小心是拉到坤和，但坤和也这样拉着，就 Oh no， 超恐怖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，真的一定要观察手，一定要观察手。我现在让大家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飞一个树林，那我们明显看我们刚刚其实飞还是有点慢，因为它的 N 跟 S 还是有一个 GPS 控制，对，所以我没办法飞得很灵活。那等一下我会让刘佩在树林里面奔跑 ，OK， 然后我就直接追着用你那个小 OK， 对，我就直接追着你。飞完，非常感谢两位，感谢刘如果备。没有你的话，就没有空白机；没有你的话，就没有安全。没有你，我也没有电池，我也没有天线。所以今天就是大家都补。那我想要都问各位，先问季正，你觉得你今天算是第一次飞 DJI FPV 的 M 模式吗？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？除了差不多杀掉你自己。对，没有。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有买 DJI FPV 的话，你在玩那个模拟机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挫折，不用挫折。对，时机完全不一样，但完全不一样，记得要飞高一点。对，我觉得 DJI FPV 它是一个就是很适合新手上手的一个机型。我在很早期在玩穿越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组装我的飞机，是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 M 模式的飞行。但是我觉得 DJI FPV 真的很不错，因为它就连你进到 M 模式，它还要让你遥感到一个位置，它确定你准备好了才进行。但是穿越机的话，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很突然就对，很突然就掉了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觉得 DJI FPV 它在你断讯的时候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操控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可能按返航或者是悬停。你只要买这个，你就有一个开始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以像你这种算是专业的，已经玩了很多年的话，这个应该也不太适合你吗？还是对它比较不适合我，因为它就是若以拍摄来讲，它的镜头画质其实没有 GoPro 好，老实说没有 GoPro 好。那你们在看画面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，GoPro 的画面跟 DJI FPV 拍出来的画面 ，GoPro 是比较 smooth 的。对，因为我可以到后期的软体去校正去稳定，但是 DJI FPV 它的虽然是稳定，但是没有那种国外的感觉，用国外的感觉来形容。OK， 好，感谢两位，谢谢。那你有频道吗？没有。哦，基正好频道有吗？你有？我真的有。哦，好啊。然后你有频道吗？大家可以就是搜寻白坤和。虽然我已经1年没有发片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我过去的纪录片，你可以看打白坤和。对。那如果你想看穿越机的作品的话，你可以 IG 那个对，去搜寻我的 IG 白坤和，反正都有。谢谢两位，拜拜。好，配对，我们回来，然后刚刚也有稍微在电脑上看了这些档案，我觉得其实还不错。重点是飞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爽，尤其是飞我们 Manual M 模式。那我其实，在 IG 上有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关于这个穿越机。那像有个人说耐摔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蛮耐摔的。我们今天没有摔到，但是在别人的影片我有看到他摔都没有问题，而且他感觉就是
比较扎实，会不会很难飞？其实真正飞的时候呢，没有那么难飞，反而模拟器比较难飞。但是像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如果要飞 M 的话呢，必须要小心，而且重点是一定要有一个观察手。这边说新手入门空拍哪台推荐？想在山区拍全景。新手入门的话呢，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这个，除非你想要可能练习到有穿越机的这个感觉。那如果你是有考虑过想要飞穿越机的话呢，这个非常好，可以入门。新手的话，我觉得推荐这台 DJI Mini 2，因为这个不只是比较便宜，而且呢，它真的很小，很好学。重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从来没有开过的 Mini 2，这个就要送给其中你们配对。对，我们今天要送这个 DJI Mini 2，要怎么得到这个 DJI Mini 2呢？非常简单，只要有追踪我的 IG， 在我的空拍机照片留言说你想要用这个空拍拍什么东西，去哪里拍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我会在我的 IG 的限动公布赢家到底是谁，但是很抱歉，只有台湾的朋友可以参加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记得只要符合我们全部讲的那些东西，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到这个 DJI Mini 2。到时候全部都在我的 IG 会跟你们说。好，这边说飞行速度，这个飞行速度真的很快哦。今天我们飞的时候，它超快，2秒可以从0到100公里。好，最后就是当然大家想要知道到底价钱是多少。如果是像我整个套装的话呢，就是37600台币。画面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没办法比坤和用的穿越机来比，所以这个第一代的 FPV 我觉得很不错。但是如果 DJI 出第2代的话呢，如果它画质可以更好，那我觉得真的就不得了。但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开始 ，DJI。你又让我对一个空拍机很兴奋，当然要感谢联强提供这些空拍机给我们，尤其是这个要送给你们。而且如果购买联强的机型无人机，就免费送保险，链接都在以下哦。OK， 配对，我觉得穿越机很棒，我会慢慢的学习。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参加我们的送礼物活动哦 ，IG 上。Alright，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个喜欢，更喜欢就分享，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，一直要配对，那就订阅，你最棒。记得按铃铛。Oh my gosh！ 我好笨。